什么？捷豹被德国空军击落，掉入英吉利海峡，敦刻尔克撤退还能否成功 ？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再次来到阿俊车剧场。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本频道举办的 SRC 全球厂牌拉力锦标赛。今天是赛事的第4比赛日，为您带来的是 B 组首轮的第2场较量，由4次获得 WRC 冠军的赛事种子队德国大众对阵英意联合代表队的捷豹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两队参赛的车辆。大众1号车辆高尔夫马克7。 在中国拉力锦标赛 CRC 中曾经有过统治级的表现。2号车辆为拉力赛场80年代传奇高尔夫 Mark II， 曾在1986年获得 WRC A 组的年度冠军。而捷豹这边1号车辆为马克1，50年代经典家用性能轿车，老归老，但是在这条赛道上却有非常不错的表现。在1号跑道的测试成绩为15.27秒，在所有32位车辆中排名第5，期待它能有上佳表现。2号车辆则为 F-Type 7， 是一辆为致敬捷豹7次勒芒冠军而打造的敞篷性能车，全球限量仅有250台，极具收藏价值。今天究竟是大众拉力血脉压制，还是英伦猛兽野性咆哮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比赛，不知道大家会更支持哪家呢？第一回合开始，捷豹 MK1 利用地形优势率先到达交汇湾，而从它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快得离谱，已经连续3次跑出镜头外，油门已经焊死，弯道不带任何减速。 来到悬崖跳台，稳住车身，没有问题。12秒41，赛事新的最快单圈纪录被打破。而后面2辆大众则是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，这也非常符合德国人严谨的做事风格。2部车在追击无望后，悠哉地跑完了全程。而 F-Type 则是发生了失误，停在了路边。只能说捷豹 MK1 不愧为测试赛中排名第5的车手。 整个回合，2辆大众都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威胁。不过，也正是凭借着大众车队一如既往的稳定性，使得双方在积分榜上以5比5暂时打成平手。看看第2回合 F-Type 是否能够支棱起来。双方交换位置，再次发车。这次2辆大众取得领先，但是后方传来一阵野性咆哮，是 MK1， 直到尾端利用走内线强吃高尔夫 Mark II， 而他似乎还不满足，立刻盯上了前方的猎物马克7，漂亮！ 干净利落地实现了超越，前方已经没有任何阻挡了。恭喜捷豹 MK1 再次取得回合第1。随后2辆高尔夫依旧延续着高完赛率，斩落2、3名。而 F-Type 7这边，感觉捷豹和红牛有点像啊。2号车手始终是扶不起的阿斗。再来看一下回放，这辆 MK1 开起来真是不要命啊！直到尾端的刹车点明显要远远晚于2部大众高尔夫，在2次精彩的超越后再次获得第1。但是由于本次比赛是车队团体赛。 在积分榜上，双方还是以10比10战成了平手。那来到第3轮 ，MK1 跳坡险些发生失误，不过还好被队友救了回来。F-Type 则是在前方帅气漂移，不过随后的上坡出现严重减速，看看后面会不会有其他车辆追进。是 MK1 先杀到并超越领先。目前2辆英军捷豹正在拼命逃生，而后方的德军已经逐渐杀到。来到敦刻尔克，捷豹 MK1 已经燃尽，在坡内荡起了秋千。什么？又被击落坠海击亡。最终德国大众强势拿下前2。 这回合2辆大众突然发动了闪电战，代号曼施坦因计划。先是由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突袭，冲破了盟军 MK1 的防线，然后马不停蹄乘胜追击，将英军 MK1 围困在了敦刻尔克。F-Type 则试图坐船撤退，可惜被德国空军识破。MK2 化身为德国俯冲轰炸机 U87， 在英吉利海峡高空对 F-Type 实施了精准打击。原来在双方前2轮看似友好的屏风之下，德国的吞噬计划早就已经暗流涌动，利用第3回合瞬间瓦解了英军防守。 目前捷豹已经被逼上了敦刻尔克市区北侧狭窄的马罗莱班沙滩。第4回合，他们是将历史重演，完成大逃亡，还是被2辆德国战车推动历史命运的齿轮，实现逆天改命？我们赶紧一起来看一下。什么？德军前线收到元帅致电，停止追击。装甲部队高尔夫马克7被勒令原地待命，仅仅由空军高尔夫马克2继续执行海滩轰炸。6月2日的晨雾还未散去，前方英吉利海峡泛起微光。德空军 MK2 受到大雾影响，不慎坠入海峡。英军2名队员正以渔船残骸为掩体进行撤退，安全抵达英国境内，拿下本回合第1、2名。再来看看最后的比分，双方在同积18分的情况下，根据赛事组的规则，捷豹凭借回合冠军数更多的优势，获得本轮胜利。 在最后一个回合落后8分、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，英国人民体现出了顽强的战术韧性，军民合力，成功实现翻盘，完美复刻敦刻尔克大撤退。那在本轮过后 ，B 组的积分榜新鲜出炉，捷豹和斯巴鲁均为1胜，暂列前2。而在圈速榜中，目前来看，英意联队优势巨大，前5中占据3席，德国代表队则集体破防，无车上榜。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记得点赞关注。下一场 C 组首轮，英意代表种子队兰奇亚对阵奥迪，还请敬请期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